美国将发起对华全面竞争法案 2.0 版，这次可能会憋出内伤。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在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拜登政府推动的对华芯片与科学法已经实施，主要是以限制中国获得高端芯片制造能力为主。但是，随着中国的疫情之后经济的快速复苏，在外交上的空前成功，甚至在芯片制造领域仍然在不断取得进步，美国人的焦虑并没有被缓解。为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11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与共和党议员合作推动对华全面竞争法案 2.0 版本。这是一项涉及5个领域的战略文件，其内容包括：第一，限制先进科技流向中国；第二，收紧美国资本流入中国企业的规定；第三，加大对美国企业关键技术的新投资，创建一个替代的对外援助计划；第四，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抗；第五，阻止中国大陆挑起与台湾或其他区域盟友的冲突。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两党不管如何内斗，在反华这个问题上将会空前的团结。但是，这个对华全面竞争法案 2.0 版很有可能会让美国人自己憋出内伤。首先，美国正在限制中国获得高端芯片制造技术，以失去中国芯片市场之间陷入两难。美国芯片产业协会的负责人一再表示，美企不能失去中国芯片市场，因为失去中国市场不只是冲击美国的高薪岗位，还会让美国的芯片产业失去大量研发资金。美国的一些芯片制造企业也在想方设法规避美国政府的制裁法案。以英伟达为代表的美企甚至主动逃避制裁，研制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芯片。你也可以理解为，美国限制对华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和芯片出口，很可能把市场让给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的企业，这与美国芯片企业的利益是相违背的。其次，美国财政难以长期支持芯片法中的补贴部分。美国对华芯片竞争的另一面是练内功，也就是补贴在美国设厂的芯片企业。但是，美国政府正面临着债务上限危机，而且在美国芯片制造业的恢复并未取得明显进展的情况下，这项补贴是否能够持续，就会成为两党内斗的工具。第三，美国现在并没有预算来推出针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计划。要想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新的经济战略，必须有2个基本条件：一是资金，二是技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输出强大的工程能力和资金有关。美国在这2方面都缺失，甚至美国人连自己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搞不好，火车天天出轨就是铁证。最后，美国也不敢在台湾问题上走得过远。美国议会去年批准了45亿美元的台湾防御4年经费，并确认拜登有权制裁参与对台军事行动的中国大陆官员和金融机构。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都是一厢情愿，甚至都不能解决对台军售的武器延迟交付的问题。因此，现在给台湾继续军费贷款有什么用？想利用制裁法案来阻止中国大陆发展武统，可以说完全就是白痴。这些法案推动起来非常难，因为美国人兜里没钱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2号人物图恩都表示，鉴于共和党对军费支出和债务以及去年通过的芯片法的担忧，新的以中国全面竞争法案将很难在国会通过。美国政府必须担心由于财政支出过多及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一些人甚至悲观地认为，中美竞争的时间不在美国这边，中国每天都在努力赶上并超越美国。这话不是我们说的，而是美国的政客说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